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世界真的很魔幻。今天早上4点多我就醒了，然后我就起来马上打开国际新闻，伊朗和他小姨子的战争啊，这个形势说变就变啊。因为早上我看见是德国媒体报道啊，特朗普又在他的社交媒体呢宣布，伊朗和小姨子的战争呢现在结束了，而且是12小时内实现停火，打破了他24小时俄乌战争停火这个记录啊。现在12小时，而且停火呢是由伊朗先开始，然后才是小姨子。但是我们知道是谁先炸了谁，对吧？是小姨子啊，她突然对伊朗进行袭击，而且定点清楚了他的很多高官啊、重要的什么科学家等等。然后伊朗会自己先停火吗？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特朗普又在邀功领赏吧。也许呢，他特别想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这几天啊，中东发生的一切确实很魔幻，真的很魔幻。你看前天，也就是周六啊，对吧？美国他从美国那边啊调检他的那个 B2隐形轰炸机，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轰炸。然后呢，昨天我相信可能是美国不想卷入这个战争，然后呢就偷偷的把他的 B2轰炸机还有那些的又调回美国去了。特朗普碍于情面吧，美国的爸爸，也就是美国呢是小姨子的儿子，哎呀，听起来很复杂。可能是碍于小姨子的情面，所以呢就派那个 B2这个轰炸机带着那个钻地弹过来，把他的3个核基地把它轰炸了一片。是特朗普说的啊，已经把这个伊朗的核能力把它炸没了，然后呢就回去了，这样至少给那个小姨子有个交代吧。伊朗当然是非常不爽了。然后北约这边呢，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美国啊对伊朗的袭击符合国际法。符合什么？他有联合国授权吗？伊朗有侵略他吗？这原因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正常人都这样理解，是美国悍然侵略了伊朗，对不对？但是北约对我来说是个邪恶组织啊，北约啊。北约秘书长说，美国对伊朗的袭击符合国际法。然后德国政府是怎么意见呢？德国总理默茨认为，没有理由批评美国，德国没有理由批评美国这样的做法。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违反国际法进行侵略、进行轰炸，竟然德国认为呢没有理由批评美国。我生活在德国这个国家，又作为德国这个公民，我真的不能够同意我们德国总理的这种意见，他不能代表我。而且今年年初大选的时候，我没有投他票，所以呢，我有理由批评他。作为德国的国民啊，我在这里我真的感到很羞愧啊！是不是有的人认为我这样的思维，我这样的意见啊，是不是违反民主精神呢？你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竟然不同意民主国家的意见，那你就是支持独裁。我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啊！我觉得我有表达我意见的自由，对吧？言论自由啊！这是不是？我就不同意，比如说北约秘书长的说法，我就不同意德国总理代表德国人说没有理由批评美国这种做法，所以我特别反感。那德国人呢？我看一下德国媒体他们下面网民的，不是网友，是网民的那个评论啊，大部分人还真的同意哦，觉得像美国这样炸伊朗是对的，就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否则这个他们是说恐怖政权，他们形容伊朗的这个政府是恐怖政权，恐怖国家的政权。说伊朗啊，在全世界煽风点火，搞得全世界一片大乱。比如说什么支持哈马斯呀，还有支持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啊等等。但是德国人
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问也不管过去小姨子过去这70多年是怎么样在中东杀戮的，对不对？占领人家家园，然后把人家这个巴勒斯坦是怎么样的？现在1年多在那里一直在杀，死了多少万人，妇女儿童，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种族灭绝。但是德国人，德国媒体也一样，根本就没有这个公理，所以真的让我越来越反感。我对这个体制真的，你说我反民主也可以，现在对德国这个体制我就是没有认同感了。当年20多年前，我自己呢真的没有头脑，为了旅行自由，我就入了一个德国籍，犯了一个错误。越在这里久，我越看清了这个体制，还有他们这个德国人这个民族的尿性，我真的没有任何的认同感。我就觉得现在跟他们就生活在2个不同的平行的宇宙一样。现在目前我的心里就这样。而且这几年通过俄乌战争，他们是怎么样看乌克兰，怎么样支持乌克兰，怎么样看那个俄罗斯的，倒因为果啊。他们只看那个点，比如说只看2023年10月7号那天，德国是形容啊，或者西方媒体是形容哈马斯对小姨子进行了种族灭绝，因为应该是死了2000人左右，所以呢才导致了小姨子呢对哈马斯现在进行了自卫反击，就他们用这样的词语是自卫，他们根本就不看为什么有哈马斯的产生，就是因为你小姨子过去几十年欺人太甚，在整个中东一样欺人太甚，所以你看为什么小姨子变成了中东的过街老鼠，就这样，不是没有道理的。本来我是作为第三方，作为吃瓜群众，但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要分开看啊，一个是宗教激进，我不太喜欢，所有的宗教我都不喜欢，宗教其实就是害人的。我认为不管你是什么穆斯林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欧洲这个基督教也好，我认为呢，做一个正常人都不应该过分的强调宗教，而且更不应该把这宗教把它试图呢把其他异教徒妖魔化，所有不信你那个宗教的人都应该死，这种也是极端的，我不喜欢。每个人有信仰宗教的权利，但是呢，你不能强迫别人信仰你那个宗教。所以我既不喜欢这个欧洲的基督教，也不喜欢任何其他的宗教，这是我的观点啊！真的，宗教害人，因为有这个宗教，所以才导致了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战争和杀戮。目前中东这死结就这样，就是因为不同的宗教在那里嘛。我们回到这里啊，北约认为呢，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是符合国际法的，德国政府也认为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批评美国这样的做法，也就是支持他了呗。你不批评他，没有理由，那就支持他的做法了呗。所以呢，我完全不能同意。还有昨天晚上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叫乌代德军事基地被伊朗袭击了，这是在卡塔尔的，在多哈的附近，离多哈大概35公里的一个地方，乌代德军事基地。而且事前呢是伊朗通知美国的，是通知了，至少我看德国新闻是通知了，我不知道中文，我没看中文的新闻。卡塔尔那边可以用，应该是美国爱国者3这个导弹拦截的吧，发了6枚过来，说是对等，6枚过来呢全部被拦截了，没有对那个卡塔尔造成任何的伤害。估计他发过来的导弹也是呢比如说威力比较小的，而且是比较落后的导弹。但是发过那个伊拉克那边美军基地的就不同，那是真正的实弹。所以呢，可能发到卡塔尔这边的乌代德空军基地的应该是空包弹什么之类的吧。反正他就是做个样子演戏给世界看，给美国看，也是为了给他那伊朗的国内的民众有个交代。你看，我也打了那个美军基地了，
但是实际上呢，伊朗也可能呢不想把这矛盾扩大，可能也对美国还有点幻想，然后呢才没有打。你卡塔尔租借了这个地方给这个美国做军事基地，那这个地方在我的伊朗人的那个世界观当中，那这块基地呢就是属于美国管辖的，那就是美国的，你相当于这块是美国的殖民地了，对吧？那我就打呗。既然要报复，就应该让美国感到痛啊！为什么是演戏给全世界人看呢？所以从这点来说，也许我的军事思维呢没有那么长远，我就是看不懂这个，我就觉得伊朗不应该这么软弱，应该是也来个不宣而战呀。人家美国你看那天晚上也是不宣而战就突然袭击了，我们也知道他那个从美国调过这个 B2这个隐形轰炸机过来，那肯定是打伊朗的，但是他没有告诉是哪天打呀，哪个时间点打呀，对吧？这也算不宣而战吧？他事先没有说，那伊朗为什么不？所以这点我就觉得伊朗还是个怂包。昨天我看了德国媒体的报道，小姨子那个尿壶说啊，希望呢伊朗不要再打过来了。那我就猜，肯定是小姨子这个国家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就说了嘛，就是伊朗就应该跟小姨子打消耗战、持久战，因为你打一颗导弹过小姨子这边，它至少要2颗到3颗导弹来拦截，否则拦截不掉，对吧？你1:3，况且你伊朗那边打过来的，它的导弹，它的成本可能没有小姨子这边成本的1/10到1/20，然后呢，它要2到3颗来拦截，也就是它是数十倍的那边的成本。你这个小姨子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小姨子可能很快就会崩溃了。另外呢，我跟他打持久战。那你那边小姨子那边，你的国民经济还要不要？要不要生产？每天都躲在防空洞里，出来之后又听到警报，又跑进去，晚上睡不着觉。你看，整个可能小姨子那些国民就崩溃了。而且从过去看，很多小姨子的人跑路了，跑到什么塞浦路斯啊，跑到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能跑的地方去。我在网上还看见不少的世界其他国家人也呼吁啊，世界国家人你们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那个塞浦路斯啊，你们要注意，不能让小姨子的人过来呀，过来之后他们就占领你们了，变成了第2个加沙等等。确实啊，从过去的几十年历史来看，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不是说很爱国吗？这行怎么就跑路了呢？而且小姨子政府最怕的小姨子政权吧，用政权这个词更好，因为西方老喜欢对中国啊，还有对什么伊朗、俄罗斯喜欢用政权这个词，政权在西方媒体是个贬义词啊。那今后我们就说小姨子政权，小姨子政权就怕他们的人民跑路，就怕他们的国民的人越来越少，他需要人啊，需要人来打仗。人少了跑路了，到时抓壮丁就比较难了呗。我看了网络上发的，因为有世界各个国家人把他们的什么视频啊都那个发在比如说 X 平台上，对吧？我们在国外都可以随便看。这些世界上其他国家人，他们肯定是不支持这个尿壶，不支持小姨子的做法的。但是德国媒体怎么说呢？说现在呀，经过伊朗这样轰炸之后，反让小姨子国家的国民更加团结了，更支持尿壶的做法了。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啊！我在网上看到是很多，甚至小姨子她的国民也抗议了尿壶的做法了，不能再打下去了。德国媒体完全相反，而且德国媒体呢报道的绝大部分呢是报道伊朗是怎么被炸了，被小姨子炸了，什么毁坏了，怎么样了。
但是呢，很少报道小姨子这边被伊朗怎么去炸了，几乎不报道。我看到过去呢，报道就小姨子这边受损的就是那个科研中心，那个名字我忘了，反正是最重要的一个科研中心，甚至呢是在世界上都是去举足轻重的。它这样被炸了之后，数十年的研究的心血呢，都化为灰烬，灰飞烟灭了。那对小姨子还有对西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甚至呢，德国网民留言是这样的，他说这是全人类的损失啊，因为这小姨子这个科研中心的那个研究成果可以造福全人类。你看，德国人说话总是喜欢代表全人类啊，反正没有代表我啊，别乱代表。那么美国对伊朗袭击后，伊朗表示，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还有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啊，都是被攻击的目标。那么这些所谓的利益，当然包括什么呢？美国在中东的投资，以及美国人在中东这些，反正你持有美国护照的都是美国人，这些也是伊朗潜在的那个攻击目标。你们还记得吗？过去呢，公知不是宣传说啊，美国政府不会落下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他在全世界哪个角落，美国政府都会想办法去营救他们，不管花再大的代价。我记得这是公知还是什么读者意林上面说的，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如果不信你们去看看，对不对？但是这次狠狠地打脸这些公知们，因为呢，美国政府宣布，你在那个伊朗的几百个美国人，你们要自己避难啊，你们自己解决问题啊，美国政府不负责给你们那个撤侨，你们自己撤，你们自己看怎么办？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现在落下这些美国人在伊朗的不管了，然后呢，在中东其他国家一样。举个例子，卡塔尔，美国政府啊，告诉在那里的美国人，你们呢要自己去避难啊，去什么地下的什么掩体啊，如果那里有的话，反正我美国政府不管，你们自己顾自己吧。你看，美国政府做给全世界看的，他们的国民根本就不管，是不是跟原来公知说的完全相反？你看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怎么撤侨的？中国已经撤侨了，对吧？从伊朗撤了，应该是2000多左右吧。从那个小姨子那里也撤了，德国也撤了，甚至呢其他小国也撤了。但是美国没撤，丢下他自己的国民不管，让他们自己自生自灭呀。本来现在伊朗对美国就非常的反感，对他的轰炸，对不对？对他的侵略，也说了，你美国人在我伊朗或者在中东也是我潜在袭击的目标。即使这样，美国政府还是把他的国民晾在那里不管，让人寒心呢。我不知道现在那些舔美的人，那些公知们，他们的脸往哪搁？已经被啪啪打肿不知多少次了。前面说了啊，美国啊可能派出他的轰2，不是轰2 B2 这个轰炸机，用他的那个钻地弹对伊朗可能是像样的进行了打击。然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完全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但是呢，谁也不能够证实啊，他说了算。你怎么相信怎么解读就随你自己呗。然后呢，就悄悄的昨天偷偷的把他们的轰炸机又调度回去了。我猜啊，他是担心美国卷入这个战争，他不想过度去卷入。那你小姨子就去打吧，反正我已经做给你看了，有个交代了啊。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再参加或者那个发生另一场战争了。
光是俄乌战争那里，美国消耗了多少？当然，美国军火工业也得到了很多好处，但是美国的国债增加了呀，对吧？它的国债现在美国政府的国债已经35万亿美元了。如果只是利率3%，那就每年的利率就是1万亿美元；如果是4%，那就是14000亿美元。你们去计算吧，没有财力再参加什么战争了。另外呢，他还想腾出这能力啊，这兵力来对付中国呢。而且，如果是跟伊朗打仗，这油价会上涨啊。如果伊朗真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油价肯定会往上涨。往上涨的话，这利率也会跟着往上涨。美国特朗普一天到晚还要求他的央行降息呢，对吧？如果利率再往上，那你这个35万亿的美国的国债，它的利息可是呢天文数字啊。可以说，这个地主家现在都没余粮了，他就只能闪人了呗，肯定就不能再陷入中东这泥潭了。因为他也看见了，这个伊朗过去反击这几天，完全超出了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呢小姨子他们的原来的预测啊。他们想，伊朗它的技术那么落后，被封锁了几十年，不可能有什么还击小姨子的。哪知道开始可能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后来突然思维就完全打开了。听说后面是有某大国的指导，还有某大国那些野生军事专家，白天上班，晚上呢就专门给伊朗啊大使馆呀，还有伊朗的军方做军事方面的专家咨询啊，给各种各样的点子，什么打水厂的、电站的，还有把什么加沙那个墙跟小姨子隔开的墙，把它炸开几个大的口子，让200万那些加沙人民大量的涌入小姨子他们的地盘。你抓呀，抓谁呀？到时你200万怎么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以这样说，对吧？那你到时整个小姨子都是所谓的恐怖分子了，他们可能有武器啊，可能抢夺武器啊。即使没有武器，他们随便抓一个人，这里放一把火，那里杀个人，那你小姨子，你看你怎么办吧？你全国就完全瘫痪了。还可以炸他的电厂啊，或者核电站呀，等等等等。哪知道伊朗现在打得特别有章法，每天不用发你什么100枚、200枚，我就发你3、5枚，然后放一些无人机过来，你也得拦截啊。不拦截我的那个弹，我就可以爆炸，对吧？然后呢，可以时不时的可能来个集束炸弹，那杀伤力可是很大的。虽然就是德国媒体，还有可能小姨子他们的媒体没有很多报道这方面的画面，但是还有众多的网友，他们各国的网友都可以有办法搞到这样的素材，然后呢，从网上公布的数字来看，现在比如说特拉维夫啊、海法等等，已经变成一个小加沙了，有点加沙那个味道了。有些小姨子他的国民呢，已经接近过上了加沙人民的美好的生活了，那就是很自由啊，以天为家，晚上可以看星空，或者一天到晚就躲在防空洞里，像老鼠一样出不来。现在比如说特拉维夫的地铁站都变成了他们的防空洞了。早上4点多起来，看到呢，特朗普发布的他的推文说，已经达成了完全停火协议了。小姨子他的尿壶知道吗？还有伊朗的那个领袖哈梅内伊，他知道吗？如果他们俩不知道，那就说明你是撒谎了呗。反正呢，小姨子这边他肯定是怂了，他怕了，他坚持不下去了，所以呢，他呼吁呢不要再打了。然后呢，
特朗普就宣布怎么样，也是给那个小姨子这个尿壶一个台阶下。他肯定是答应了，因为他是坚持不下去，肯定是坚持不下去。他们小姨子的国民很多都反对了。你看那个小姨子那个网红那个女的，2023年10月份的时候还发那个视频讽刺人家那边加沙人民的悲惨，她真的讽刺啊！比如说用个什么是番茄吧，还是什么球，画了那个一个脸一样，然后讽刺人家那个小孩被炸死了，真的没有一点人性。现在他自己的家被炸了，然后他才哭出来，想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哪知道这个网络是有记忆的，所以这些人都不值得同情。反正呢，小姨子她是怂了，坚持不下去。那是不是真的达成了停火协议呢？小姨子这边应该是同意的，那么伊朗这边应该是没有同意。虽然有的外文媒体说是同意了，但是好在德国有一个媒体报道了，应该是《世界报》，说伊朗外长呢没有这样说。伊朗外长呢在 X 平台上他发表了那个他的推文，是这样的，他是强调是小姨子向伊朗发动了这场战争，而不是伊朗对小姨子，这点要弄清楚。目前呢也并未与小姨子达成任何有效的停火协议，没有达成。不过呢，伊朗的外长叫阿拉格齐，他表示，若是呢小姨子能够在德黑兰时间今天6月24号凌晨4点之前停止对伊朗人民的侵略，那么伊朗也将不会采取任何什么反击的行动。但伊朗最终是否会停止对小姨子的军事行动，稍后才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伊朗这方面没有做出官方的停火协议，没有同意所谓特朗普他宣布的那个完全停火协议。所以呢，从这条推文来推断呀，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是在撒谎，邀功领赏。看来他真的特别想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呀！我不能代表其他人，我只代表我自己啊！我认为，伊朗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应该停火，因为目前的形势啊，对伊朗特别有利啊。虽然对伊朗来说，战争对谁都没有赢家，对吧？最终是没有赢家的，对伊朗也是损失。但是对比来自小姨子那边的那个威胁，目前形势对伊朗那么有用，没有理由停火啊，就继续前面说的打消耗战、打持久战呗。这样打下去，小姨子迟早他的国家经济肯定会崩溃。所以众多的网友，特别是中国那些野生的军事专家，说得好啊，在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下面留言，给出了很多的点子。这个伊朗驻华使馆应该把这些中国网友们这些好的这个点子返回给他们这伊朗的高层，军方也好，还有他们的政府的高层也好，返回给他。哪些点子呢？前面提到，比如说水厂，对吧？你占了他的水厂，小姨子那么多的人要不要喝水啊？没有水喝怎么办？电厂呀，主要的道路啊，桥梁啊，标志性的建筑啊，听说在这小姨子这个国家有一栋地标性的建筑340米高，如果炸了它，等于是炸了小姨子他们内心那个一种信仰，信仰被破了之后，那整个他们的信心就崩溃了。最后呢，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隔离墙，加沙和小姨子之间隔离墙，炸几个大的口子，让解放这200万加沙地带的人民，让他们通通的涌入小姨子这个国土，本来就是抢过来的，原来是从阿拉伯他们手中抢过去，变成占为己有的，把它夺回来呗，抓得完这200万巴勒斯坦人吗？加沙人嘛，抓不完吧，对吧？那到时是不是全国小姨子全国会大乱呢？所以啊，
还是不应该停火，暂时不要停火，继续再打2周呗，至少2周，看看这个小姨子还能挺多久，到时他就乖乖的可能就磕头了呗。其实这些小姨子有很多那个极端宗教者，他们其实呢心里头没有小姨子这个国家的，所以你就看了特别搞笑的。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是真是假，应该是在美国的街头有这帮极度的宗教极端者，他们甚至呢烧掉了那个小姨子的国旗，然后举起了伊朗的旗帜，这就奇怪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啊，还是自私的人，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这个国家今后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如果伊朗继续打持久战的话，真的，我觉得这才是目前伊朗应该做的，绝对不能够现在就停火。我不知道网友们你们怎么看？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说的话题，那就是特朗普早上呢，德国时间的凌晨发这个推文，说已经在12小时内已经达成完全停火了，也就是小姨子和伊朗这边达成完全停火了。这个事情应该是假消息，应该不是真的。至少从伊朗这边来说，伊朗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我的意见就是，伊朗根本就不应该现在就停火了，而是继续持久战、消耗战。好的，你们怎么看？请在下面留言。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